埃隆·马斯克已亲自启动了特斯拉2026款 PY 手机原型机的首次内部测试，这标志着该产品已不再停留在概念阶段，而是进入了实体原型机的严格实测环节。目前，德州超级工厂的工程师们正手持搭载星链微处理器的实体电路板进行调试，此举表明特斯拉 PY 手机项目正全速推进，比原定内部计划提前数月。本视频将深入分析马斯克和特斯拉的战略布局，揭示这款颠覆性产品的预计发布时间，并首次披露早期原型机已实现的关键创新功能。如果您渴望走在科技前沿，而非被动接收新闻，请立即订阅本频道，加入我们已汇聚的8000名特斯拉 PI 手机关注者，共同见证从最初信号到正式发布的完整历程。务必开启通知提醒，因为下一次重磅更新可能随时发布。核心优势一：终身免费的星链网络，告别月度账单的束缚。首先，特斯拉 PY 手机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优势之一，便是其承诺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网络服务。这一消息对于长期饱受传统运营商高昂资费和不稳定服务困扰的用户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福音。当马斯克目睹美国消费者每年为那些故障频发、运行缓慢且年年涨价的手机支付超过$1200时，他决定打造一款截然不同的产品，仅需$179，特斯拉 PI 手机便可提供终身免费的星链网络连接。当苹果公司还在忙于为其旧机型换汤不换药、冠以新品之名时，特斯拉正推出一款有望终结苹果市场霸权的革新产品。它拥有更具未来感的设计、更真实的金属触感边框、更流畅稳定的操作系统，彻底解决了用户在 iOS 26中遭遇的模糊图标和各种困扰。您即将见证的或许是手机行业永久性变革的里程碑。如果您认同科技应以提升生活便捷度为宗旨，请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我们正凝聚236579人的社群，共同追寻能够真正改善生活的创新科技，而非被技术所奴役。终身免费星链网络如何实现？特斯拉首次为先锋用户提供终身免费的星链网络，这绝非空谈，无需签订合约，无需支付月租费，更没有隐藏的促销陷阱。这听起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却是 Verizon 和 FAT 最不愿意见到的现实。因为特斯拉的目标不仅仅是销售手机，更是要彻底消除您的月度通信开支。埃隆·马斯克计划为所有特斯拉 PI 手机用户提供终身免费星链服务，这不仅是营销策略，更是对整个行业的直接挑战。一个长期向美国民众收取本可免费提供服务的行业。想象一下，当您拥有一部配备星链网络且终身免费的特斯拉 PI 手机时，将是何等的自由。特斯拉内部部署方案显示，首个试点项目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启动，覆盖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及纽约等州的部分用户。预计到2026年第4季度，该服务将向美国及部分国际市场开放，重点惠及数百万仍无法负担稳定宽带服务的城乡地区居民。这并非单纯的慈善行为，而是由重度补贴硬件、批量采购卫星带宽以及巧妙平衡免费接入与负责任消费政策的混合机制支撑的精密系统工程。特斯拉计划在2027年生产50万台设备，其中30万台将纳入免费星链计划，优先惠及被电信巨头忽视数十年的老年人、退伍军人及低收入用户。首批保障对象为65岁以上美国公民，覆盖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及纽约4州约1500万老年人。这些群体长期受困于农村地区网络覆盖差和不断上涨的通信费用，退伍军人以及居住在预制板房社区的年轻家庭，这些更看重实用而非奢华的新世代用户也将获得优先权与运营商。其6个月的促销活动不同，特斯拉的模式依托星链5000多颗在轨卫星，在美国本土提供高达 99.9% 的网络可用性。即便遭遇风暴或电力故障， PY 手机仍能保持连接，因为它完全不依赖地面基站。相比之下， FAT 或 Verizon 每年都会让 20% 的农村用户因地面网络故障而断网 PY 手机内置的应用生态系统，使其成为全美各地蓬勃发展的预制房屋居民的生命线。其智能监测功能可直接通过星链卫星网络实时检测湿度渗漏、电源浪涌或温度骤降。特斯拉估算，这项技术可将预制房屋的维护成本降低 25%， 显著提升其可持续性与经济性。同时，其简化后的安装流程较传统 AA-FI 路由器降低了 30% 的安装成本。这对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退休人士而言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是技术革新，
您毕生辛勤工作，或许曾在德州为国效力，或在加州建立家庭，如今却不得不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仅仅是为了保住住所，维系与子女和孙辈的联系。特斯拉的计划将改变这一切，它带来的不仅是更快的下载速度或更高的分辨率，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是任何企业都未曾敢于承诺的。摆脱账单的束缚，摆脱合约的桎梏，摆脱在日益昂贵的数字世界中被时代抛弃的焦虑。想象一下，您可以随时与孙辈视频通话，流畅观看新闻，远程监控家宅，无需担忧月底又一张账单的压力。这不仅是便利，更是真正的自由。那么请问，若特斯拉真能实现免费星链服务，您是否会比现有运营商更信任他们？若您认同这正是美国社会真正需要的变革，请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已准备好迎接这款真正回馈用户的手机。但免费的星链套餐真的能与那些让苹果黯然失色的所谓高端功能相抗衡吗？让我们看看 PY 手机的设计与技术为何可能终结 iPhone 的统治。核心优势2，特斯拉操作系统当 iOS 背弃用户信任时，它如何实现真正的稳定性？你是否曾因 iPhone 系统更新后出现的卡顿、耗电、发热等问题而感到沮丧？每次点击安装 iOS 26，重启后电池续航变短，屏幕闪烁异常，手机握在手中热得如同佛罗里达的夏日午后。这正是特斯拉 POS 系统 Tesla Operating Systems 旨在消除的挫败感。它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对智能手机应有体验的全面重塑。那么，当 iOS 26让数百万美国用户感到被背叛时，特斯拉的操作系统如何重塑用户信任？深入剖析可知，特斯拉操作系统不像苹果那样臃肿，它采用模块化内核架构，这意味着系统仅在您需要时才运行所需功能。这使得应用启动速度提升 20%， 电池续航延长 25%。这不仅在实验室测试中得到验证，在实际使用场景中也同样显著。即使每天通话、浏览、流媒体使用4到5小时，其表现依旧出色。与 iOS 26在无谓后台任务上浪费能量不同，特斯拉系统通过精准调度将后台 CPU 负载最高降低 50%， 同时将手机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104华氏度以下，有效保护电池健康，确保即使在长时间视频通话或导航过程中，机身触感依然凉爽。特斯拉更未忽视日常使用者的需求。PLS 界面会自动调整为大字体、高对比度及高可见度模式，有效减轻近 50% 的视觉疲劳。这相较于苹果的液态玻璃设计堪称重大升级，后者导致 iPhone 17用户眼部疲劳投诉率上升 25%。iOS 26的问题远不止视觉层面，数据显示其导致电池耗电量增加 15%， 并引发更多过热事件，尤其在佛罗里达等潮湿地区。故障率飙升 30%。 特斯拉操作系统凭借智能热管理与预测性调试，保持 99.5% 的系统稳定性，将硬件寿命延长达2年。这对退休人士或低收入用户而言，相当于节省了约$800，避免了过早更换手机的开销。真相是你并非测试人员，购买手机是为了每天可靠的工作，而非调试。这正是特斯拉的制胜之道。当苹果推送破坏性更新时，特斯拉打造的 POS 实现了软硬件深度协同，其芯片专为该操作系统深度调校。这意味着零崩溃、零应用兼容性问题、零无休止的故障排查，唯有流畅稳定的性能表现。对于那些参与预制房屋或经济适用房运动的人们，尤其在加州，当地平均房价已突破100万美元。特斯拉操作系统能与星链智能系统无缝同步，用户可通过手机轻松掌控照明、电力及安全传感器，且无需支付月度应用费用。这才是真正的集成体验，稳定高效，专为日常生活打造。核心优势3，设计美学与极致耐用。特斯拉如何实现高端用户体验？若操作系统已令您惊叹，请静待我们剖析其设计精髓。特斯拉简约耐用的美学将苹果的怪异选择抛在尘埃里。用户对手机外观差异本身并无异议，真正令人不满的是，一款号称新颖的产品，却在短短数月内便出现碎裂、刮痕或褪色等问题。说实话，对多数美国人而言，高端体验不在于光鲜广告或电影级照片，而在于真实使用1年后，手机在日常磨损、口袋摩擦、台面磕碰和长途旅行中依然坚固耐用的触感。而这正是特斯拉 PY 手机悄然碾压苹果的领域。为何特斯拉的实体设计能让长者确信这才是真正的高端手机，而非又一件闪亮的 Instagram 道具？它如何击败 iPhone 17那些关于凸起摄像头、怪异配色和易刮花的抱怨？
答案始于特斯拉的材料科学。P1 的机身框架采用航空级钛合金，并附以自愈性纳米涂层，使其抗刮擦能力比 iPhone 的陶瓷屏保护层高出7倍，同时重量减轻30%。这正是特斯拉新一代 Cybertruck 卡车面板所用的同类合金，最终呈现的手机不仅外观高端，更带来坚固耐用的触感，尤其适合追求轻盈质感的中老年用户。PY 手机的柔曲边角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特别适合关节炎患者握持。相比 iPhone 17 Pro 等平面边框手机，跌落风险降低40%，而苹果的设计却走向相反方向。iPhone 17上那块巨大的摄像头岛凸起幅度比前代增加20%，导致手机在平坦表面上会晃动。其备受追捧的宇宙橙色在阳光下暴露，仅3个月便褪成暗淡的粉色。相比之下，特斯拉的哑光涂层提供黑色和银色2种选择，采用抗紫外线涂层，抗褪色能力是传统智能手机漆面的3至5倍。其设计灵感源自特斯拉汽车的配色方案，低调、自信且经久耐用。耐用性不仅体现在外观上，日常使用中的磨损才揭示真实表现。尽管 iPhone 17 Pro Max 用户反映仅因口袋放钥匙就出现边框划痕，特斯拉涂层却能抵御95%的磨损，保持完美外观长达3年有余。在佛罗里达潮湿气候中，湿气会使 iPhone 后盖玻璃结露速度加快15%，而特斯拉全密封结构可完全杜绝此现象，为用户节省约$200维修费。对纽约的退伍军人或退休人士而言，这种耐用性无关虚荣，关乎信任。能在压力下坚守的手机彰显着制造商的实力。正因如此，特斯拉 PY 手机在耐久性模拟测试中以9.2分，满分10分遥遥领先，而 iPhone 17仅得7.5分。长期来看，这种差异每年可为您节省近$300的维修与保护壳费用，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而非苹果公司的利润。现在若让你从特斯拉新设计中挑选最爱，你会选哪一项？留言1：钛金属框架与自愈涂层让手机多年如新。留言2：符合人体工学的握持感，即使年迈的手掌也能舒适掌控。留言3：纯净哑光色系持久不褪色。让我们看看哪项功能胜出。核心优势4：颠覆式创新战略，特斯拉如何超越苹果？苹果多年来习惯于在现有产品基础上进行微小迭代升级，然而对数百万美国人而言，这些改进如今如同重播的旧剧，略微清晰的摄像头、新配色以及仍会在中午前耗尽电量的快充技术。这种创新在广告中光彩夺目，现实中却黯然失色。埃隆·马斯克却不止步于优化旧理念，而是彻底颠覆。正因如此，特斯拉的创新策略不遵循苹果模式，而是重塑规则，以解决人们日常真实的痛点。苹果的升级日趋重复， iPhone 17起售价$829，较前代$799上涨，然而实际性能提升不足3%，消费者为相似体验支付更高代价。调查显示，20%的65岁以上用户认为 iPhone 17不值这个价，15%因未达预期而选择退货。反观特斯拉，正引领一场生态系统革命。PY 手机汲取特斯拉汽车的能效基因，融合其能源系统的安全基因，并承袭其家居设计的舒适基因，这使得更新速度提升45%，硬件寿命延长长达3年，让老年人每2年节省近$600。苹果稳扎稳打之际，特斯拉大胆压注。特斯拉将25%的研发资金投入神经处理单元等实验性技术，使 PY 手机语音指令响应速度提升50%。完美适配关节炎患者或灵活性受限人群，苹果仅将10%投入常规优化，年提升率仅无减10%。难怪加州55%的老年人认为苹果新机令人失望。特斯拉在可持续性和可维修性方面同样胜出，其手机回收率高出40%，且易于维修，而苹果的密封系统使维修成本增加30%，迫使许多退休人士选择更换而非维修。特斯拉的策略节省了金钱、时间和地球资源，这种用户至上的理念正在重塑市场格局。在加州、德州和纽约，特斯拉有望在2年内占据35%的老年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超过70%的65岁以上用户如今更青睐大胆创新而非精致的熟悉感。特斯拉2倍于同行的专利申请率及低25%的应用故障率，证明这绝非炒作，而是真正的颠覆。特斯拉不追逐潮流，而是解决苹果忽视的问题。PY 手机证明创新不必意味着脆弱或昂贵的升级，它意味着可靠性、可负担性与自由。苹果给予我们奢侈品式的有限期待，而特斯拉则赋予我们以更少获得更多真正拥有所购之物的期待。您的未来即将迎来深度互联，它可能重塑家庭互联方式、汽车通信模式及世界运行机制。这场革命已然启程，唯一的问题是您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Because yeah, even if an entire
region or country was lost connectivity because of a severe natural disasters. Even if all the cell towers were taken out, your phone would still work. 对于许多老年人而言，使用智能手机意味着不断求助、眯眼看小字、摸索复杂菜单、忍受信号不佳，这令人沮丧、疲惫不堪，更让他们感到依赖他人。但特斯拉 Pi 手机即将改变这一切，它提供一键操作、简洁易读的显示屏，以及星链支持的全球无死角网络连接，让他们指尖轻触即响，独立生活。而这一切只需惊人的239美元。特斯拉如何以239美元的价格实现这一切？何时何地发布？限时优惠是否虚幻？特斯拉 Py 手机已成为科技界热议话题。关于马斯克公司是否真正准备进军智能手机行业的猜测甚嚣尘上。过去几年间，马斯克多次暗示特斯拉将拓展电动汽车和能源解决方案之外的领域，令许多人相信特斯拉设计的智能手机可能成为该公司的下一个重大突破。马斯克素以大胆创新宣言著称，特斯拉手机的传闻自2022年初便持续发酵。他曾公开表达对传统智能手机制造商的不满，尤其针对网络连接、人工智能集成和隐私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些不满情绪推动了特斯拉开发一款能与特斯拉生态系统无缝衔接的智能手机。尽管特斯拉尚未正式确认，但多方泄露信息表明，该公司正在幕后研发一款颠覆性的新型智能手机。科技圈内部人士透露，特斯拉已开发出可运行的原型机，正在加州研发基地进行测试。若消息属实，我们可能比预期更早见到正式发布。围绕特斯拉 Pi 手机的最大疑问之一是其发布时间。部分科技分析师认为，特斯拉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但也有观点指出，公司进展远超预期，或将在2025年末带来惊喜公告。多方消息显示，特斯拉 Pi 手机最早可能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市，该时间线将与特斯拉即将推出的 AI 和星链技术升级完美契合。这些技术预计将在手机功能中发挥关键作用。另一则引人入胜的传闻是，特斯拉可能将 Py 手机与即将发布的 Model 2电动汽车同步推出。Model 2有望成为特斯拉迄今最亲民的车型，主攻大众市场消费者。若将 Pi 手机与 Model 2捆绑销售，特斯拉可构建全整合生态系统，智能手机将成为特斯拉车辆 AII 功能及星链网络连接的终极控制中心。鉴于马斯克惯于突袭式产品发布，特斯拉可能跳过传统策略，通过线上活动突然宣布 Py 手机。类似 SpaceX 发布新技术的模式，考虑到特斯拉的全球影响力 ，Py 手机预计将在多个关键市场同步上市，但其推广策略很可能采取分阶段推进。特斯拉最大的消费者群体分布于北美和欧洲，因此这些地区极可能率先获得该手机。在传统网络覆盖薄弱的区域 ，PMO 的星链连接功能将成为重要卖点。与此同时，特斯拉正快速拓展其在中国和印度的市场版图，这两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尽管监管审批可能延迟这些地区的上市进程，但特斯拉预计将大力进军亚洲市场，尤其考虑到中国对高端科技设备日益增长的需求。特斯拉此前曾通过独家测试计划验证新技术，例如全自动驾驶功能 FSD Beta 最初仅向部分车主开放。众多行业专家认为，特斯拉可能对 Py 手机采取类似策略。一种可能性是优先向特斯拉车主提供体验权限，特别是配备先进 AI 和 FSD 功能的新款车型用户。此策略将使特斯拉能在全面公开发布前收集真实用户反馈。另一潜在策略是优先向 Starlink 用户开放首批 Pio 手机。据传 Py 手机将通过 Starlink 实现卫星直连互联网功能，特斯拉或将先在现有 Starlink 用户中测试该功能，再向大众市场推广。你认为特斯拉会在2025年提前发布 Py 手机带来惊喜吗？若你认同此观点，请在评论区留言派凤。特斯拉 Py 手机为何能成为颠覆性的革命性产品？其最大卖点在于星链卫星网络连接可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号盲区。与依赖 4G 非 5G 网络的传统智能手机不同， Py 手机预计将直接连接 SpaceX 的星链卫星，确保全球任意地点都能畅享无缝网络。目前星链服务覆盖70余国，逾270万用户，提供高达250兆比特每秒的网速，延迟低至20毫秒。相比之下， 5G 覆盖范围目前仅覆盖全球约40%人口，导致数百万用户，尤其是偏远地区居民无法获得稳定服务。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900万人无法使用高速宽带。这意味着 Py 手机可能成为首款真正提供全球不间断互联网接入的智能手机，无需依赖传统电信运营商。另一项突破性功能是太阳能充电，这得益于特斯拉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特斯拉已在全球安装超过 4.7 吉瓦太阳能板 Pi 手机，可在背面集成微型太阳能板，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备用电源。虽然完全充电仍需有线充电，但30分钟直射阳光即可提供2至3小时待机电量。在理想日照条件下，可延长20%减30%的电池续航，这将彻底改变户外爱好者、旅行者以及已使用太阳能住宅的特斯拉车主而言，堪称革命性突破。特斯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预计也将成为 PY 手机的核心亮点。该手机或搭载特斯拉最新 AI 模型 GRO3， 其运算速度较前代提升 40%， 并将深度融入特斯拉生态系统。与 Siri 或 Google 助手不同， GRO3 将基于特斯拉数百万辆汽车及星链卫星的实时数据进行训练，在导航、自动化及现实问题解决方面更具优势。AAI 响应时间有望从行业标准的200到300毫秒降至100毫秒以内，实现近乎瞬时的交互体验。除 AI 功能外，特斯拉 Pi 手机或将成为首款集成马斯克神经连接技术 Neuralinks 的智能手机。该技术已在人体实验中实现每秒6比特的数据传输速率，后续版本计划将传输速率提升至每秒100比特以上，实现免提短信应用控制乃至意念导航功能。尽管全脑控智能手机尚需数年才能实现，但 Pi 手机有望为首款商用神经链接兼容手机奠定基础。在安全领域， PY 手机同样可能树立行业新标杆。有传言称，特斯拉正开发专属的 TeslaOS 操作系统，以替代常遭隐私质疑的安卓或 iOS 系统。该系统将采用去中心化云存储，消除广告追踪，并加密所有通信。全球35亿安卓设备与15亿 iPhone 用户常面临数据追踪与安全漏洞威胁。特斯拉操作系统可消除广告追踪，引入去中心化云存储，并加密所有通信，使 PY 手机成为史上最安全的智能手机之一。特斯拉已为超过500万辆汽车提供网络攻击防护，因此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能力，或使 PY 手机几乎不受黑客入侵和监控威胁。令人震惊的$239定价是营销噱头还是真实策略？特斯拉 PY 手机不仅因突破性技术，更因传闻中仅$239的售价引发全球关注。然而，众多专家质疑，这究竟是一次性促销噱头，还是特斯拉长期定价策略的组成部分？鉴于特斯拉以高端且具竞争力的定价著称，分析师预测 PY 手机实际零售价可能介于$359至$599之间，将直接与 iPhone 15和三星 Galaxy S24 等旗舰机型形成直接竞争。$239的定价可能是限时早鸟优惠策略，旨在制造话题热度并吸引早期用户。此后，特斯拉将为高端功能推出订阅制服务。该公司此前以为全自动驾驶 FSD 软件采用订阅模式，对 PY 手机采取类似策略具有合理性。用户可能需支付月费以获取星链网络连接、特斯拉 AI 助手及其他高级服务。例如，特斯拉可提供免费基础网络连接，但对无限量星链互联网、基于云端的特斯拉 OS 安全更新及 AI 驱动自动化功能收取每月$10至$30费用。这种模式将使特斯拉能够以较低的前期成本销售手机，同时通过持续订阅创造长期收益。类似于苹果和谷歌实现其生态系统盈利的方式，为最大化市场热度并推动初期销售。特斯拉可能推出名为先锋计划的3级销售方案，最高阶的创始人版限量供应给前10万名买家，以$239的特别价格发售。该版本可获赠1年免费星链网络服务，镌刻特斯拉 PI 标识的名牌，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特斯拉客户支持专线，将成为极具收藏价值的稀缺品。鉴于特斯拉限量版产品历来销售火爆，创始人版可能在开售数分钟内即告售罄。第二档为特斯拉车主专属，将为现有车主提供优先购买权及10%的 PI 手机折扣。此举既能增强品牌忠诚度，又可深化手机与特斯拉生态系统的融合。该档位还可能包含超级充电站兼容功能。用户可通过太阳能充电配件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为 PI 手机充电。最后第三层即面向大众市场发售，特斯拉 PI 手机将以$359至$599的标准零售价销售。不同于依赖 AT&T、Verizon 等运营商的传统智能手机，特斯拉可能仅通过官网及精选展厅独家销售 PI 手机，绕开第三方零售商，以掌控定价与分销渠道。特斯拉还可能推出以旧换新计划，用户以旧换新可获最高$300的抵扣额度。此举将激励用户从苹果和三星阵营转向特斯拉生态系统，使过渡过程更具吸引力。特斯拉 PI 手机或将成为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智能手机发布，其突破性功能、无与伦比的定价及革命性销售策略将重塑行业格局，但它能否真正兑现市场期待，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苹果公司最新发布的 iPhone 17 Pro Max 却引发了老用户们的质疑，这真的能称得上是创新吗？与之前的型号采用了相同的8倍光学变焦镜头和8GB 运行内存，而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在这两方面早已领先不少。这款新 iPhone 的起售价依然维持在$1199，而其搭载的功能却是用户们多年前就已期待的。这种做法对苹果来说早已是惯常的套路，精美的广告宣传、对优质材料的强调，以及在细节上的细微调整，都持续推高着苹果的利润。然而在核心技术上却鲜有真正的革新。不过明年的市场格局或许会迎来转变，特斯拉已正式宣布进入智能手机领域。一直以来，苹果都通过引人入胜的是精美的广告、高端的材质以及对细节的精雕细琢来确保利润的持续增长，但在技术本身方面似乎并没有看到显著的突破。然而这样的局面很可能在明年发生改变。特斯拉已经迈入了这片领域，最新曝光的特斯拉 Pi 手机，其强大的硬件配置远超苹果，并计划为早期用户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免费分发方案，有望彻底颠覆现有的智能手机类别。它正在重新定义2025年智能手机的价值。关于这款手机的更多创新功能，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详细介绍。如果您想了解苹果不愿公开的真相，请点击订阅按钮。首先，特斯拉的相机系统是如何实现高达15倍光学变焦的？Pi Phone 与 iPhone 17 Pro Max 在摄像头方面的差异，并非仅仅体现在像素数量或时下流行的计算摄影技术上，而在于苹果一直未能或不愿实现的基础光学工程技术。iPhone 17 Pro Max 采用了潜望式长焦系统，通过折叠光路实现了8倍光学变焦。这项技术实际上是苹果2代产品之前就已推出的。诚然，这是一种成熟的技术，远胜于数码变焦，但在苹果现有设计的限制下，似乎已经达到了其架构的极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Py 手机采用了4棱镜潜望式阵列，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光学路径结构，实现了惊人的15倍光学变焦。这项技术对制造工艺的精度要求极高，而苹果的供应链目前似乎还不具备大规模量产这种精密组件的能力。这项技术优势的根基在于特斯拉与一些顶尖光学制造商的合作，这些供应商长期以来一直为 SpaceX 的设备提供相机系统。在这些应用领域，光学精度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4棱镜设计能够在相同的物理深度范围内实现更高级别的光路折叠，从而有效地将光学路径长度提升至苹果单棱镜潜望镜设计的3倍。这并非遥不可及的理论物理学，而是已经投入实际生产的技术，其可靠性已经在比智能手机日常使用环境更为严苛的加固设备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其镜头元件采用了氟化钙晶体材料，从根本上消除了传统玻璃镜头系统在长焦变焦时常见的色差问题，从而在15倍变焦的整个范围内都实现了堪比400毫米等效焦距专业相机长焦镜头的锐度表现。除了强大的长焦能力外，Py 手机的广角和超广角传感器还实现了一个苹果公司长期承诺却始终未能实现的功能——全镜头覆盖的真实可变光圈机械结构。其主广角传感器配备了机械光圈系统，可调节范围从 FA1.2 到 FA5.6， 6档光圈值能够实现真正的景深控制，完美的复刻了专业相机系统的特性。这种机械光圈调节机制意味着镜头可以通过增大光圈来增加进光量，或者缩小光圈来限制曝光。这完全是基于物理光学原理，镜头通过物理方式控制光线通道来塑造景深效果，这是任何软件算法都无法完全模拟的。在实际应用中，这意味着 Py 手机不仅能在极端的弱光环境下拍摄出清晰的照片，还可以在强光条件下消除苹果固定光圈设计无法避免的镜头软化现象，尤其是在光线强烈的户外拍摄时，这种优势尤为明显。其超广角镜头同样采用了可变光圈系统，从而彻底消除了曝光妥协的问题。iPhone 的超广角照片在强光下容易出现过曝，而在弱光环境下则容易产生噪点。传感器技术本身是特斯拉在硬件规格上超越苹果的另一个关键领域。Py 手机采用了堆叠式 CMOS 传感器，并集成了 DRAM 层，从而消除了读取速度的瓶颈。这个瓶颈正是导致 iPhone 在拍摄快速移动物体或快速摇射时出现滚动快门尾影的主要原因。据称，该传感器的读取速度比 iPhone 17 Pro Max 快了 6.4 倍，这意味着其视频画面的呈现效果几乎可以媲美全球快门电影机的拍摄效果，而不会出现智能手机常见的果冻效应扭曲。这种失真现象在拍摄体育赛事或任何快速运动场景时会严重影响 iPhone 视频的质量。对于喜欢在加州进行户外运动拍摄的用户，或者在纽约街头进行摄影的爱好者来说，这正是专业级画面与普通手机拍摄效果之间的本质区别。
无论分辨率参数如何，低光表现才是传感器尺寸优势在物理层面最直接的体现。PY 手机的主广角传感器采用了0.98英寸的规格，而 iPhone 的传感器尺寸仅为1.14英寸。虽然看起来只是微小的差距，但实际的光感应面积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大约为13毫米宽乘10毫米高，后者则为10.5毫米乘7.5毫米，相较于1.14英寸的传感器 ，PY 手机的传感器尺寸看似只是略有增加，但经过实际计算，其感光面积的差距却相当明显。这意味着 iPhone 17 Pro Max 的成像区域约为13毫米宽、10毫米高，对角线长度为22毫米。这已经是智能手机历史上尺寸最大的传感器之一了。然而 iPhone 的传感器在每次曝光时能够多捕捉高达28%的光子，这直接转化为更纯净的低光影像，并显著减少了对降噪处理的需求。当你在光线昏暗的餐厅拍摄，或者捕捉夜晚的户外场景时，在任何非阳光直射的环境下，这额外的28%光线捕捉能力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像效果，一种是需要通过强力计算降噪来勉强在手机屏幕上看起来还可以的照片，但会损失大量的细节；另一种则是在 ISO 6400甚至更高的感光度下，依然能够保留自然的质感和色彩准确度的影像屏。果的计算摄影技术已经能够出色地将噪点严重的低光照片在手机的小屏幕上呈现的似乎可以接受，但当你将这些图像放到台式电脑的显示器上仔细查看时，降噪处理所造成的模糊痕迹便会立刻显现出来。PY 手机更大的传感器在任何计算处理发生之前就能够捕捉到更纯净的原始数据，这使其在图像质量上拥有了软件算法无法超越的硬性优势。前置摄像头的规格差距则更加显著。苹果的1800万像素自动对焦 TrueDepth 摄像头虽然在 FaceTime 和自拍方面表现尚可，但 iPhone 却搭载了一颗4800万像素的自动对焦前置摄像头，并且配备了光学防抖功能。这意味着视频会议的画质将真正满足那些远程办公已成为常态的专业人士在各种环境下的工作需求。自动对焦系统能够确保无论你是靠在椅背上还是靠近屏幕，面部始终清晰锐利，而不会像 iPhone 的前置摄像头那样，当你没有处于最佳拍摄距离时，画面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自动对焦系统确保面部始终清晰，无论用户是在椅子上向后倾斜还是靠近屏幕移动，都不会出现 iPhone 前置摄像头常见的模糊失焦现象。后者要求用户必须精确地处于最佳焦距位置。光学防抖技术彻底消除了手持拍摄时画面抖动的困扰。相较于后置摄像头， iPhone 前置摄像头拍摄的视频常常因为抖动而显得不够专业，而光学防抖技术则能够呈现出流畅且专业的视频效果，非常适用于内容创作或专业演示等场景。对您而言，最重要的摄像功能是什么？是能够捕捉远处主体而不损失清晰度的长焦变焦功能，还是能够带来真实相机般景深效果的可变光圈控制？如果长焦是你最看重的，请在评论区留下关键词变焦；如果景深控制是你认为智能手机摄影所欠缺的，请标注光圈；如果严苛光线条件下的传感器表现才是你摄影需求的核心，请留下低光。现在相机规格仅仅是考量因素之一，即使拥有最强大的相机系统，如果底层的设备架构无法满足现代计算摄影和多应用工作流的处理需求，那么用户体验仍然会令人沮丧。这就引出了内部规格层面，苹果的产品分级策略人为的设置了一些限制，而 PY 手机则彻底打破了这些束缚。2. 为何特斯拉为基础款用户配备16GB 内存，而苹果却依然将非 Pro 版 iPhone 限制在8GB？特斯拉与苹果产品线在内存配置上的差异，深刻地揭示了双方在企业战略上的不同考量。有传闻称 iPhone 17的基础版将配备8GB 内存，而 Pro 及 Pro Max 版本则将标配12GB。与此同时，据称 PI 手机全系都将标配16GB 内存，且不会有额外的费用。这种差异在实际的多任务处理场景中会立即显现出来。试想一下，在 iPhone 17上编辑一段 4K 视频，即使是基础款，同时还要播放音乐进行导航，并且切换10几个浏览器标签页， iOS 系统很可能会为了节省内存而强制关闭一些后台运行的任务，导致你返回这些应用时需要重新加载。凭借高达16GB 的内存， PI 手机可以让你的整个视频编辑时间线、浏览器、邮件以及各种应用程序持续运行，不会被中断，无需频繁的强制重启来打断你的工作流程。在存储速度方面，据称 PI 手机采用了 UFS 4.0 技术，其写入速度能够突破每秒4000兆字节，而 iPhone 17的存储上限大约只有2800MB/face。这种差距很可能成为流畅工作体验与在写入大型视频或照片文件时出现令人沮丧的卡顿之间的分水岭。在架构层
层面。特斯拉宣称其采用了独立的神经处理单元 NPU， 具备每秒45万亿次运算的能力，从而将 AI 相关的计算任务从主 CPU 中分离出来。尽管 iPhone 17 Pro Max 搭载的 R9 芯片也拥有神经引擎，但其峰值运算能力仅为每秒35万亿次。虽然这个基准数据已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它需要分摊到摄影 Siri 以及核心的机器学习任务中。当多项 AI 功能同时运行时，可能会引发资源征用的问题。散热设计是另一个关键的战场。据称 ，iPhone 采用了蒸汽枪冷却技术以及石墨烯基材料，能够将热量均匀地扩散到机身各处。苹果的设计虽然也很高效，但在持续高负荷工作时，例如长时间录制 4K 视频或进行复杂的计算摄影，仍然会因为局部过热而触发降频保护机制。电池容量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PY 手机据称在与 iPhone 17 Pro Max 尺寸相近的机身内搭载了一块高达68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提升了约 33%。在充电方面，苹果官方支持最高 40W 功率的快速充电，使用足够强大的适配器，可以在大约20分钟内将电量充至 50%， 这意味着电池容量提升了高达 33%。在充电技术上，苹果官方宣称支持最高40瓦的快速充电方案，配合功率足够的充电器，大约可以在20分钟内将电量充至 50%。而特斯拉的系统据称支持高达 100W 的直流快速充电，可以在短短30分钟内完成完全充电。最后，在连接性方面 ，PY 手机预计将采用高通骁龙 X75 调制解调器，支持第3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的 R18 5G 版本。这一先进的标准能够实现超过 7.5Gbps 的理论峰值速率。苹果自主研发的 5G 调制解调器虽然性能也很强劲，但官方并未公布具体的参数，因此目前看来尚未达到这个规格的上限。您是否对我们之前提到的免费优惠感到好奇？请继续关注特斯拉为您准备的惊喜还在后面。3. 这款售价259美元的手机搭配免费分发方案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特斯拉针对 PI 手机的分销策略，直接挑战了当前旗舰智能手机日益高昂的定价模式，使得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以259美元的基准价格来看，它已经低于市场上的平均水平，但特斯拉通过其独特的多渠道分销模式，进一步放大了其价格优势。符合条件的用户甚至可以享受零首付购机，这与运营商通过虚高的服务费用来掩盖补贴的常见套路截然不同。相反，特斯拉充分利用其现有的太阳能屋顶、Powerwall 储能系统以及星链网络的客户生态体系，通过捆绑服务的方式来补贴硬件成本，从而创造真正的长期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将成本转嫁到用户的月费账单中。其主要的分销渠道之一是面向特斯拉太阳能屋顶和 Powerwall 的客户。凡是安装了特斯拉太阳能系统的业主都有机会获赠一台免费的 PI 手机。这款手机还具备先进的能源接口功能，可以实时显示太阳能系统的性能和家庭能耗分析数据。换句话说，已经使用特斯拉太阳能系统的用户很可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 PI 手机。在太阳能普及率较高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以及潜力日益显现的佛罗里达州，此举将家庭能源投资转化为一个超越 iPhone 17 Pro Max 的功能和价值的完整智能家居集成方案。第二条重要的分销渠道与特斯拉车辆的所有权相关联。PY 手机作为一款深度集成的汽车控制器，能够提供远程诊断、气候控制、充电调度以及基于超宽带定位技术的车辆安全访问等功能。新购买特斯拉汽车的车主可以免费获赠这款手机，而现有车主则只需要支付259美元，再扣除相关的捆绑积分后，实际的净成本在考虑到超级充电站和网络连接等福利后，甚至可以降低到100美元以下。这种集成程度远远超过了苹果 CarPlay 那种浅层的连接，它实现了全系统级别的控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互联特斯拉。通过精心设计 PY 手机旨在打破智能手机行业普遍存在的计划性淘汰周期，从而实现更长的使用寿命。其电池和摄像头模块都支持用户自行更换，主板还预留了直接插入式处理器升级的接口。这些设计可以将设备的使用寿命延长至5到7年，相较于 iPhone 通常2到3年的升级周期，此举预计可以为用户节省超过4000美元的总拥有成本，同时也能大幅减少电子垃圾的产生。据称，这款手机采用了高达 73% 的再生材料制造，并且在产品寿命结束后还具备完整的回收能力。这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等地积极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能够提供实实在在的环保效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绿色营销。最后，特斯拉开放式的集成策略旨在构建一个强大的网络效应，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孤岛。随着越来越多的特斯拉汽车车主、太阳能用户以及星链用户开始使用 PY 手机，整个生
态系统的能力将呈指数级的增强。与苹果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不同，该平台在保持与安卓及 iOS 跨平台兼容性的同时，还解锁了独特的特斯拉专属功能。用户无需放弃现有的数字生活，只需要将其延伸到一个更加智能和互联的生态系统中。那么，如果这些免费或补贴的方案对您开放，在您的使用场景中，哪种方式最容易让您获得 PY 手机呢？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选择：一、通过特斯拉太阳能计划加入；二、通过车辆所有权加入；三、作为星链用户加入。特斯拉 PY 手机与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在规格上的对比，揭示了智能手机市场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功能列表和跑分数据。特斯拉正在为消费者树立全新的标准，迫使传统的手机制造商做出选择：要么真正的履行环保承诺，要么继续以空洞的宣传来掩盖；要么构建开放的生态系统，要么继续固守其封闭的围墙花园。iPhone 与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的规格对比，预示着智能手机市场正经历一场超越单纯硬件参数的深刻变革。特斯拉正在为消费者重新定义行业标准，迫使传统制造商要么拿出真正的创新，要么就只能承认自己长期以来依赖品牌效应，而技术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您对此有何看法？请在下方留言分享。您是否曾经遇到过手机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罢工的情况？当你在路上打开地图想要联系你的孩子时， iPhone 突然屏幕闪烁红灯，机身发烫，并且失去了信号。几年之后，电池续航时间甚至不足半天，手机性能开始下降，相机拍摄时出现卡顿。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的连接也变得断断续续，这是否让你感到非常沮丧？埃隆·马斯克计划推出一款售价仅为$273的特斯拉 PI 手机，并声称这款手机将搭载一系列颠覆性的功能，即将面世。但真正的亮点并非在于那些冷冰冰的跑分成绩，而在于这款手机将如何解决用户日常使用中的痛点，例如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更强的信号接收能力，甚至在信号微弱的环境下也能保持稳定的通信。如果特斯拉真的能够兑现这些承诺，那么 PI 手机很可能将成为首款让你彻底告别移动电源的智能设备。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令人称奇的特性是否真的像马斯克所说的那样值得期待。在详细分析各项创新功能之前，请务必订阅我们的未来科技频道，帮助我们达成10万订阅的目标。别忘了点击并开启通知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对未来科技的深度解析。其一，太阳能层 2.0， 特斯拉 PI 手机在其后壳下方直接嵌入了一层超薄的光伏层。这层光伏层肉眼几乎不可见，也不会增加机身的厚重感，但它却能够持续地将环境光转化为电能。其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在户外，阳光的强度通常在每平方米800到1000瓦之间，而典型的室内照明环境，例如办公室或车库，其光照强度仅为每平方米1到10瓦左右。手机背面的面积大约为90平方厘米，即 0.009平方米。如果太阳能层 2.0 能够达到 15%到 20% 的光电转化效率，那么特斯拉 PY 手机在阳光下大约可以收集到 1.2 到 1.8 瓦的电力，而在室内环境下则可以收集到9到90毫瓦的电力。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实际测算得出的，绝非仅仅是营销噱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将设备放置在明亮的窗边能够获得相对显著的充电效果，而将其放置在台灯下虽然也有一定的帮助，但效果会相对有限。如果我们将这些功率转化为实际的用户体验，一部正在运行的智能手机通常消耗1到2瓦的功率。如果以 1.5 瓦作为平均值，那么在阳光充足的窗边放置手机1小时，按照 1.5 瓦的光照强度计算，大约可以抵消1小时的实际使用。如果环境光照强度约为1瓦，则可以抵消大约40分钟的使用。而在室内光源下，能量收集约为60毫瓦，需要大约11小时才能换取2到3分钟的额外续航时间，这正是1小时日照可以提供5到7分钟使用时间。这一经验法则在室内光照条件下成立，而在间接或直射的阳光下效果会更好的原因，这种充电方式的优势在于其累积效应。比如将手机放在窗边的桌子上30到60分钟，再加上在靠近挡风玻璃的车载支架上放置30分钟，以及在明亮的室内环境下的一些零碎光照，到傍晚时分累计可以增加2到3小时的额外续航时间。特斯拉 PY 手机通过其最大功率点追踪电路来支持这种涓流充电模式，即使光照强度出现波动，也能始终锁定最高效的电压和电流。当手机外壳的温度超过35摄氏度时，系统还会自动调节充电强度，以保护电池的化学特性。手机背板能够保持坚固耐用，这得益于其独特的设计，巧妙地融合了金属结构和小面积的玻璃或磨砂复合材质窗格，既保证了透光性，又具备抗刮擦和抗紫外线褪色
的能力。用户的使用体验非常简单方便，只需要保持日常习惯，将手机放置在有光照的地方，电池的消耗速度就会在全天得到有效的减缓，夜间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样进行充电，但你可能不再需要在下午4点就四处寻找电源插座了。这正是特斯拉 Pi 手机所搭载的太阳能层 2.0 的真正价值所在，稳定可靠，并且无需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如果太阳能层 2.0 真的能够每晚额外提供2到3小时的续航时间，你会如何利用这些电量呢？A. 省去午间充电，让你从容使用到深夜。B. 减少充电的频率，只在真正必要的时候才插上电源。C. 尝试1周不携带移动电源出门。D. 每天都将手机放在窗边，以最大化的利用光能进行充电。请在下方留言选择你的答案。如果你期待更多这类实用科技的深度解析，请订阅我们的未来科技频道，帮助我们达成223947订阅者的目标，并开启通知铃铛功能，确保你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的精彩内容。